你相信嗎？有一顆恆星曾經被算出比宇宙還老，這顆恆星的年齡一度被算得像是比宇宙還早出生，足足160億年。听起來就像時間線被人硬生生擰了一下，連 NASA 也一度摸不着头緒。這到底是宇宙學出錯了，還是我們測量恆星年齡的方法出了偏差？天文學家盯着一顆離我們不算遠卻老得驚人的恆星 HD 140283，已經很多年了。人們乾脆給它起了個外號叫馬土薩拉星，因為最早那批計算出來的數字太誇張，它似乎老到可以搶在宇宙之前出現。問題一下就擺到台面上，宇宙公認的年齡大約是138億年。如果一顆恆星比這個還老，那不就等於說孩子比父母還先出生？這在邏輯上怎麼都說不通。好消息是，隨着更近年的觀測升級，尤其是哈勃太空望遠鏡提供了更精細的數據，這顆恆星的年齡被拉回到宇宙學可以接受的範圍裡。但別誤會，它依然老得離譜，仍是人類測過的最古老恆星之一。接下來我們就用講故事的方式，把3件事說清楚。它到底特別在哪裡？天文學家是怎麼給恆星算年齡的？以及它為什麼能在宇宙歷史的敘事裡占這麼重要的位置？好，故事從這裡開始。把目光從地球抬起，向夜空裡那顆老古董望過去。這位宇宙老前輩 HD 140283位在天秤座方向，離地球大約190到200光年。也就是說，我們看到的光是他在200年前就已經發出來的消息。以天文學的尺度來說，這距離已經算鄰居級別了。更難得的是它夠亮，天氣是凝度都不錯的時候，甚至用双筒望遠鏡也能把它從星海裡挑出來。它並不躲躲藏藏，其實天文学家早就認識它，幾十年前就把它記進星表裡。但讓它真正封神的，不是它多亮，而是2張身份證明，一張寫着它的化學成分，另一張記錄着它在銀河系裡跑動的軌跡。從分類上說， HD 140283屬於貧金屬亞巨星，簡單講，就是重元素很少，又正處在特殊演化階段的那一類恆星。注意，這裡的金屬不是我們日常說的金銀銅鐵那種概念，在天文學裡，只要比氢和氦更重的元素，比如鐵、氧、碳、铜都叫金屬。而這些金屬元素在宇宙大爆炸剛發生的那一刻，並沒有被大量制造出来。早期宇宙基本上是清湯寡水，主要就是氢和氦，它們更像是恆星體內的工厂產品，在恆星內部核聚变一步步合成，等恆星变老、爆炸或被星风吹散，就把這些元素撒進星际空間，像給宇宙慢慢加料。所以你一旦看到一顆金屬含量特別低的恆星，就會警覺，它多半出生得非常早，因為那時候宇宙還沒來得及經歷一代又一代恆星的煉金和播撒，環境還很原始。而 HD 140283的厲害之處在於，它不僅符合這種原始配方，還離我們夠近，幾乎就是距離最近的早期宇宙化石樣本之一，讓我們有機會把細節看得很清楚。更戲劇性的是，它在银河系裡跑得特別快，像個不太合群的老江湖，速度快到讓人一眼就覺得它的來歷不簡單。追蹤它的軌道就會發現，它不怎麼待在银河系的盤面主干道，而更像屬於銀河運，那是環繞銀河系盤面分布稀疏、以老年恆星為主的巨大外層區域。一般來說，運星往往比太陽這類後來在盤面裡安家落戶的恆星要老得多，因為運裡的很多恆星見證的是銀河系更早的階段。到了21世紀初，研究人員開始認真給它算戶口，
他們拿出恆星演化模型，試圖把 HD 140283放進理論时間軸裡，看看它到底活了多久。做法很像体检加对照，先測温度、亮度、化学成分等体征，再把这些数据和理論上恆星一生會走過的演化軌跡圖比對，看它現在站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。結果早期有些計算一出來就炸鍋，年齡竟然被推到大約160億年左右，這明顯比公認的宇宙年齡還大，等於在說這顆星比宇宙還年長。誰聽了都得愣一下。但天文學家並沒有馬上喊宇宙學錯了，他們更冷靜，這更像是提醒我們，當你要測到宇宙歷史的邊界之時，任何一點點誤差都會被放大。算年齡這件事本來就極其難，於是 HD 140283變成了教科書級案例。它並沒有真的推翻宇宙時間線，而是像一塊試金石，逼着科學家把測量技術、模型細節、誤差控制全都打磨得更精。馬土薩拉星的價值就在這裡，它把我們推到能測但又很吃力的邊界位置，只要哪裡不夠精確，結論就會搖擺，特別考驗天文學的基本功。你可以拿地球岩石去做放射性測年，像讀條形碼一樣讀出年代，但恆星不行，它身上沒有一個寫着出廠日期的時間戳。恆星年齡只能靠間接推理，用模型把我們能測到的亮度、溫度、半徑、化學成分等信息和恆星處在什麼演化階段一一對應，再反推它可能走過了多少時間。而在所有關鍵因素裡，距離幾乎是最要命的一項。距離一錯，後面一串計算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全跟着偏。因為我們眼裡看到的亮，只是看起來有多亮，這強烈依賴它離我們有多遠。近一點就顯得亮，遠一點就顯得暗。要把看起來的亮換算成真正的亮度，天文學家就必須先把距離定死，像測量燈泡功率前必須先確認你站在多遠處一樣。哪怕距離只差一點點，推出來的真實亮度就會跟着變。亮度一變，它在演化軌跡圖上的位置就會挪動，最後年齡自然也會被改寫。差之毫釐，謬以10億年。這正是 HD 140283年齡爭議的核心痛點，不是宇宙突然變老了，而是我們當時對它的距離與細節參數還不夠精準。2013年，哈勃太空望遠鏡派上大用場，天文學家用更精細的視差測量，把它的距離估計做得更準，就像給一把老舊尺子重新校準刻度。光是這個距離校正，就足以讓推斷出來的年齡往下掉一截。你會發現，很多看似神秘的矛盾，其實就藏在測量精度裡。同時，研究人員也意識到，別只盯着有沒有金屬，更要看有哪些各占多少。這顆恆星的化學風度細節，比過去想象的更能左右它的演化速度。HD 140283的氧與鐵的比例很不尋常，而氧這種元素會影響恆星內部能量傳遞的方式。能量怎麼走，走得順不順，直接關係到恆星變老的節奏。當這些化學成分的修正被納入模型後，恆星的人生時間線就被重新繪製，它在某些階段停留的時間變了，整體年齡自然也跟着調整。把距離更準、化學成分更細這兩項改進合在一起，年齡估計就降到了大約145億年左右，並且給出了約8億年的不確定度。這一步非常關鍵，因為終於把它拉進可能合理的區間。別小看不確定性這3個字，它在這裡反而是救命的。科學不是一句話定生死，而是把誤差範圍講清楚，才叫可靠。這也就意味着，它完全可能更年輕一些，從而落在宇宙學允許的年齡範圍裡。所謂比宇宙還老的驚悚劇情，
很可能只是誤差制造的幻覺。後來不同團隊用更新的恆星物理、不同的建模方法再去算，結果通常落在120億到137億年之間。雖然具體數字有差別，但整體指向一致。它很古老，但不需要超越宇宙年齡。所以最終的結局不是推導重寫宇宙學，而是把尺子磨得更準。我們改進觀測，更新模型，也更清楚地看到恆星測年對微小的觀測誤差和理論細節有多敏感，稍微一動就能差出10億年。即便把各種參數測得更精，HD 140283依舊穩穩站在最老恆星排行榜的前排。它的古老不是噱頭，而是實打實的數據結論。它很可能誕生在第一代恆星剛把重元素撒進宇宙不久的年代，那時宇宙才剛開始變得不那麼單調，因此它就像一件罕見的遺物，幫我們窺見早期銀河系周邊的真實面貌。HD 140283的故事不只是某顆恆星有多老這麼簡單，它同時牽動恆星天體物理學的根基，也影響我們如何理解宇宙早期那段最關鍵、最難還原的歷史。第一點，它讓我們看到精密天文學到底怎麼在現實裡運轉，不是靠靈感拍腦袋，而是靠一層層測量、一輪輪校準，逼近真相。當觀測結果和模型對不上時，科學家的第一反應往往不是把模型扔了，而是先問：我量得夠準嗎？工具校準了嗎？誤差被低估了嗎？先把測量這一步打牢。於是 HD 140283成了一個基準靶子，專門用來檢驗恆星測年技術到底能精到什麼程度，也用來暴露我們的短板在哪裡。第二點，像這種金屬豐度很低的陨星，幾乎就是银河系早期歷史的原始證詞。它們不是猜測出來的故事，而是活生生留到今天的證據。通過它們，我們可以更具體地推斷银河系的恆星形成大概從什麼時候啟動，重元素是以多快的速度被制造並擴散到星際空間。這些問題靠它們能逼近答案。某種意義上，這類恆星就像一台從大爆炸後不久就開始錄影，並且一路保存到今天的探測器。它把早期宇宙的化學狀態和演化線索封存在自己的光譜裡。第三點也最现實，未來能不能把這些年齡算得更穩、更準，很大程度取決於觀測精度能提升到什麼水平。精度就是天文學的生命線。比如歐洲航天局的蓋亞任務，就在持續提供银河系恆星及其精確的時差數據。它像在給整個銀河系做一次超高分辨率的人口普查。隨着蓋亞數據越來越完整，誤差越來越小，天文學家就能比過去更有底气地修正許多古老恆星的距離与亮度，從而把年齡估計做得更扎實，更不容易搖擺。當然HD 140283也未必會永遠霸榜。宇宙這麼大，真正更古老的恆星很可能還藏在我們尚未精確測年的角落裡。事實上，還有不少候選老星同樣把年齡推到極限附近。未來更多巡天、更好的儀器，可能會挖出在宇宙更早期就形成，甚至更接近第一批恆星時代邊緣的對象。但馬土薩拉星依然有獨特價值，它離得近，看得清，亮度也高，意味着我們能拿到更高質量的光譜，就像樣本就在眼前，能反复檢測、反复核對，不用靠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成了理解最古老恆星族群如何演化的最佳試驗台之一。你想驗證模型對不對，參數敏不敏感，拿它來測，最有說服力。說到底，HD 140283的意義不在於它真的打破宇宙時間線，而在於它讓我們把早期宇宙的理解變得更牢、更精。哪些結論靠得住，哪些細節必須更謹慎，
它都幫我們劃清了邊界。它也提醒我們，宇宙歷史最早期形成的一些天體，並沒有消失在塵埃裡，它們至今仍在銀河系裡安靜運行，像老照片一樣，把過去留在光裡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，HD 140283仍是目前測量到的最古老恆星之一。它的高齡不是傳說，而是被一輪輪觀測和模型推演共同支撐的結論。更精密的觀測把早期那場年齡悖論化解掉了，矛盾消失了，但它的古老卻被進一步坐實。就像把迷霧撥開後，你發現那座山確實很高，只是你以前看錯了距離。它也像一扇難得的窗口，讓我們從今天倒望回去，銀河系最早期是怎麼起步的？第一批恆星如何把宇宙從簡單變複雜？這些宏大問題都能從它的光裡找到線索。馬土薩拉星也算是人類較早就注意到的一顆恆星，在現代天文學的發展過程中，它很早就進入觀測者的視野，只是後來才逐漸顯露出老到離譜的身份。更準確地說，它很可能在相對早期的人類天文觀測與星表記錄中就被認出來了。當然不是史前人類肉眼就能看出它多老，而是隨着儀器進步，我們才一步步讀懂，這顆星真的是從宇宙早年一路走到今天的幸存者。